这就是突破瓶颈的预兆，该开始修炼控制虫族母巢的万星秘法了。啊！这股气息是……糟糕，他醒了！迪伦，带大家撤离。放！身体突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剧痛，撑住！不论他俩谁死，都会激化种族间的矛盾。我在趁乱出手，轻松完成主人的任务。法则承认。那个9号是。提高级别为3号，同时吩咐拉斯奥大陆的内线可以下手。元老竟然降临，这简直百年一遇。这个人族特使竟然获得了本源法则的承认，这下可不容小觑了。各位金角族的朋友，我已将人族与金角族在矿区的协议重新拟定，递交给元老大人，保持平等互惠的关系，并根据冲突损伤派发了前务兵。同时，为了避免两族之间再起误会，我也会给两族交涉开辟一个透明的渠道，以防外族在从中作梗，破坏我两族友谊。记住，我们不是敌人，而是坚定的盟友。这个民族罗峰，还真是让人惊喜不断。看来你很欣赏他。哥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听说你的实力已经是通天桥第10层的水平了。哼，再不回来，恐怕我族颜面便丢尽了。他的实战如何？他的眼神兵操控能力并不及我，但具有莫名强悍爆发力，着实恐怖。幸亏他是盟友。盟友？别被他洗脑了。人族只是拿我们当炮灰的压迫者。想要我族存续，只能靠我们自己的力量，让他们变成炮灰，这才是宇宙生存之道。啊！此次调停，罗特使居功不少。仰赖希罗多元老的圣杯秘典，以及元老的支持，此事已了。我也当。可惜特使已经参悟了圣杯，获得了秘法，一时想不起拉斯奥大陆还有什么地方能对您更有助益。有一处，元老，我申请准许罗特使前往兽神峡谷参悟兽神雕像。兽神雕像？希罗多元老曾言，只要有谁能悟透这一座巨型兽神雕像，那么便会拥有媲美他的实力。只是不知多少纪元以来，无人可参透其中奥妙。若特使有兴趣，可前往一观。多谢元老。这就是兽神峡谷了，希望罗特使能有所得。只是依照族规，外族人只有兽妖才能进入峡谷，所以，殿下，我在外面等您。
族人闹事，我必须得回去处理。仅仅是一座没有生命的兽神雕像，竟能让我感觉到如此可怕的威压。那么它和这一钻是否有所关联呢？两尊雕像身体各处比例完全相同，身上纹理数量也一样，都是90729条，绝对是根据同一对象磨刻而成，只是两者纹理有细微差异。小雕像刻画细致，更有神韵；大雕像则纹理稍显凌乱，虽散发那般可怕威压，却不如小雕像生动。到底怎么回事？巴巴塔，合成巨型雕像投影。明白。即使是投影，也隐隐散发威压。既然其他都一样，问题一定在纹理上。巴巴塔，将其中一纹理分成2条。威压消失了，果然有门。恢复原先模样，但改变一条纹理的走向。恢复。又消失了。果然是雕像纹理不同所致，两者的细微差别有什么奥妙？只有亲手磨刻一遍，来体会纹理所造成的区别。金角巨兽，先磨刻大雕像。丝毫威压，再试试小的。完全无视，小雕像仅仅磨刻到第12条，就受到无形压迫，不但作用在尖角巨兽身上，甚至作用于灵魂，连磨杀族分身和人类本尊都受到了影响，太不可思议了！这股威压远超雕像本身。是一种根本无法反抗的力量，它究竟来自何处？莫非附近隐藏了一个实力远超过我想象的超级存在？机会来了！是他吗？不，他只有接触3阶，那么就只有宇宙运转规则有这般强大的力量了。我的磨刻行为触碰到了宇宙法则，因此遭到反弹。人类！去死吧！可恶！法则运转无形无情，一切行动被锁死了。天神兵第7重。近来毁缩巨兽性情愈发狂躁，频频对密阵发动冲击，只为挣脱束缚。罗特使，进入门内就等于进入他的攻击范围，届时我们也无法保障你的安全。放心，
出事无需你们担责。借助巅峰，但论真实实力，恐怕足以匹敌不朽。人类，休得靠近！回缩巨兽发动了天赋秘法，时间静止，一经释放，不朽以下将没有任何反抗能力。他的时间领域几乎令我血液流动静止。不过，虽然他限制了我的行动，但无法限制我的念力。既然他对外族心存戒备，那我就以另一种身份与他对话。原来我们是一样的，这种久违的亲近感，我已有近2000纪元没有体会过了。2000纪元，那就是2000多万年。重获自由的希望在无尽等待中磨灭殆尽，他才会变得如此狂躁吧。只可惜我还没有解开密阵的能力，不然我一定会将他救走。我可以将心境修炼的法门传给你，若保持心境平和，或许就能早日突破不朽，让元老履行释放你的约定。不用，他们困我至此，只有加倍偿还，我的心才能复归平静。能在这里看到一个让我感觉亲近的生命，已经足够了。你走吧。那最后，请你答应我一个请求。殿下，你没事就好。那头毁缩巨兽没有为难你。只有成为强者，才能掌控命运。金角族掌控着这位毁缩巨兽的命运。而公司对金角族，又何尝不是如此？是时候和四番旗长老会合，面见元老了。神宫元老，作为金角族群最高领袖，他的立场直接影响到两族今后的走向。希望我的新协议能打动他。罗特使，新拟的协议我已拜读，
看起来我族确实能从中获益更多。不过，意志协议无法保证真正落实。若是事态平息，公司开始对参与抗议的我族人员进行清算，又当如何？他们曾遭受不公待遇，对人族抱有敌意，也在情理之中。我保证，您担心的情况不会发生。公司能给出的，只有罗特使的口头承诺。您当初对毁缩巨兽许下的也是口头承诺。2000纪元以来，他力求突破，恐怕不是因为他相信你一定能守约释放他，而是他别无选择，不是吗？罗特使果然心直口快。罗特使恐怕不知道，即便公司条款多有不公，金角族群也从未与人族敌对，而现今，在总体态势未曾改变的情况下，反抗人类的呼声却日益高涨。内部无恙，那就是外部施加的影响。难道有人在暗中煽动？族内不乏意图瓦解人族与金角族联盟的人。然而，若是脱离人族庇护，金角族的命运会凶险无比。这位元老一开始虚张声势，原来是亲近公司的主和派。也许是发现镇不住底下的人了，才向我吐露这些吧。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地方？罗特使果然是聪明人。贵方需要有强大的人坐镇，以确保联盟稳固。您虽然击败了我族天才悲怆，但尚不足以让所有人敬服，除非……是圣杯，由当年希罗多元老留下的圣杯，与人类族群的混沌杯类似。无数精英参悟，大多却只能领悟一鳞半爪。若您能完成参悟，彰显人族天赋，那反对人族的声浪自然会平息。这座圣杯塔位于圣城核心的圣地，能在此潜修的都是金角族的顶尖天才，所以塔内的各类秘法典籍都是极为珍贵的。眼神36重，比我的眼神冰招式更为精深，由希罗多所创造。相传他是为壮大族群，才呕心沥血将秘法整理而成。这本秘法就稍后再钻研，当务之急是完成对圣杯的参悟。一面对这个恶魔模样的存在，我就仿佛陷入无尽的恐惧中。即便是参悟混沌杯时，也从未有这样的感觉。相传，希罗多在年少时曾为了阻止巨斧斗无常入侵拉斯奥大陆，只身刺杀该势力的高层。刺杀无果后，历经艰险才侥幸逃生。这幅图正是他对年少恐惧的铭记。我调动所有的精神力，保持自己不被恐惧压垮，已没有余力参悟。若希罗多前辈留下图画是为了供族人参悟，又为何要增加精神干扰？恐惧也
可以是突破成长的原动力。或许希罗多元老是想告诫我们，无需用意念抵抗恐惧，而是拥抱恐惧。法则能量正源源不断地涌来，要突破了。